小家伙，看来今日怕是有些棘手了呀。老夫已经施展出诸天印的力量，竟然依旧无法压制对方，而且对方刚刚所使用的应该是36大绝世神器排名第一的灭神面具。一道沉重的声音在萧炎的脑海中缓缓响起，而且那语气也是极为的严肃。灭神面具。闻言，萧炎的自信自然是稍稍落下。冯老亲自出手对敌，竟然还无法击败对方，而且对方来者乃是一位灭神副府主，而且刚刚那道诡异可怕的魔脸面具竟然就是排名第一名的绝世神器，难怪之前就连自己的师父九品药神都对其感到恐惧，而且就连丹道也无法战胜对方这道灭神面具。冯老，这灭神面具如此之强，我们该怎么办？对方现在已经有了2位大道极限的强者出现，恐怕对我们这方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啊。萧炎面色凝重，一直以来有冯老在，他只要一出手便可以无敌击败对手，可如今冯老竟然亲口说出今日的事情有些棘手了，这也让萧炎觉得目前的局面再次被反转了。毕竟冯老乃是萧炎背后的最后一个底牌，如今这底牌都无法有效，看来今日真的会是一场生死之战了。不急，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想那些存在应该会出手。冯老的声音稍稍变得缓和了下来，不过这话传入萧炎的耳朵中时，倒是让他感到有些疑惑。那些存在会出手，而那些存在又是谁？冯老，那些存在是谁？萧炎不解地问道。冯老那双金色眼眸看向了焚绝空间的遥远上空，似乎在那里他看到了有2股庞大的力量正在急速地朝着这边袭来，那速度直接是比起蝶空还要快，只不过距离太过遥远，导致也需要一些时间抵达此处。但确切地说，应该是不只是距离遥远的问题，而是他们来自不同的纪元，从不同的纪元进入这诸神万界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因为想要从不同的纪元世界进入诸神万界，必须要打开纪元时空阵。他们是来自于你们不同纪元的神灵，等会你就知道了，其中还有一位应该是你见过的，再过1分钟他们就会亲临此处，届时也不用忌惮大地之角和灭神副府主了。冯老似乎看到了连接2个纪元的纪元时空阵，而在这纪元时空阵中有着2道强大的力量正在朝着万界圣子之地过来。闻言，萧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自己见过其中一位，而且还是来自不同纪元时期的神灵，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萧炎绞尽脑汁都无法猜出来对方是谁。低谷圣魔尊，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来了，解决掉这里的所有的大咒神器。大地之角，一道沉声响起，随着这一道魔音的入耳，现场所有神奇强者耳朵中时，个个都感觉到了死亡之气在向他们笼罩而下。遵命。灭神副府主恭敬地回应道。这些神奇强者虽然人数众多，可都是天位神的实力，即便都是高阶天位神还是巅峰天位神，在灭神副府主的眼里只是顷刻毁灭的事情罢了。诸位，那么你们准备好受死的准备吧。随着灭神副府主的声音落下，一股恐怖的魔气席卷这片破碎不堪的天地中，魔气直接笼罩在了现场所有神奇强者的身上，顿时间后者们的身躯仿佛受到了极其沉重的重力，立马半跪在了地上，就算运转自身的天位神力却没有半点作用，而且这股魔气侵蚀他们的身躯，黑气进入他们的体内，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吞噬着他们体内的所有力量，而且将这些力量同化为一道道魔之力量。我的力量怎么变成魔之力量？一些神奇开始大声呼喊起来，紧接着他们的眼瞳宛如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神态变得诡异，莫名望着那些被魔气入侵的争夺者。圣花殿殿主顶着伤势站了出来，目光看向灭神副府主时充满着杀气。灭神副府主，今日你敢杀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者，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你脱一层皮下来。呵呵，什么？就凭你的半道神巅峰的实力吗？还是周心意志？还是你的圣花之道？即便你的实力突破到了大道主神，在灭神面具面前，所有的大道近乎没有任何抗衡之力。圣花殿今日就在本副府主的手中彻底的消失在诸神万界吧，这也是你的荣幸。灭神副府主一声嘲讽，看向圣花殿殿主的眼神中体现出了他的恐怖和无法被撼动的绝对威压。感受着灭神副府主的恐怖威压，圣花殿殿主身躯紧绷起来，神色一凝。失去了圣花之道的他，战斗力大大减弱，而且实力也从半道神巅峰跌落至9重天位神巅峰的层次。失去了道法，那么自身的修为也会倒退下来，而且对于圣花殿殿主来说，日后想要再领悟自己的道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圣花殿殿主已经牺牲了自己的道，那么这个道就不会再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同时想要再去领悟道法恐怕微乎其微了。所以这一次圣花殿殿主的牺牲道法，那代价是非常之大，一般半道神无论如何也不会牺牲自己的道，因为一旦牺牲自己的道法，那么一些都会退回原点了。天位神力。灭神副府主有些吃惊，这圣花殿殿主不是半道神巅峰的实力吗？怎么施展出了天位神力？这简直就是无疑的去送死。虽然让灭神副府主有所感到吃惊，不过凝聚在自己手中的杀招已经成型，目光直直的盯着圣花殿殿主一眼，然后将手中的那股杀招朝着洞穿而去刷。那道攻势速度极快，
直接在空间中穿梭，威力更是惊人无比。即便是自己拥有圣花之道的情况下，也无法接下对方的这一道杀招，因为灭神附符主师展出的这一招已经是堪比大道主神的恐怖力量。圣花殿殿主明知道自己无法抵挡，但是避无可避，那速度快得离谱，快得惊人，一眨眼间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但是后者虽然修为跌落了，但实战经验还是能够反击一道强大的神技，在天位神力的催动之下，对着那笼罩而来的杀招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轰！结果圣花殿殿主的这一招神技瞬间被对方的恐怖力量所击溃，不带吹灰之力，神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股恐怖的攻势直拨圣花殿殿主而来。就在这时，他的周身空间开始虚幻起来，而且圣花殿殿主原本所在的空间竟然发生了一位轰，结果那一道力量直接轰击在了大地之上，爆发出了恐怖的爆破声，待的能量消散，那里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灭神附符主见到自己的攻击没有杀死圣花殿殿主，他的眼神立马抛向了另一处方位，因为在那里的虚空中，此时有数道身影站立其上，其中就有一位被刚刚救走的圣花殿殿主的身影。幻虚世界空间一位，想必刚刚就是你们两位出手的吧？灭神附符主也立马看出了救下圣花殿殿主的招式，这里的萧炎和灵动二人都感到诧异，仅仅在那一瞬间都能够看清楚他们所施展的技能，看来这位灭神附符主很不简单啊。不过刚刚只是本附符主大意了而已。当即又是一道恐怖的力量疯狂的汇聚，然后在空中形成一道巨大的魔掌，散发出毁灭一切的气息。那么你们想要找死，便成全你们。魔掌朝着萧炎、灵动等人呼啸而来，带着恐怖的魔威震慑天地，空间也被牢牢的禁锢。即便现在萧炎和灵动施展幻虚神技和空间祖符的力量，恐怕也无法逃出被禁锢下的空间。这下萧炎、灵动二人的脸上眉头紧皱而起，以他们目前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灭神附符主，仅仅一个回合都无法坚持下来。见到萧炎和灵动陷入危机，牧尘自然不会坐视不管，直接催动眉心处的法心之眼，那股奇特之能将太初世界体和大道金身的力量催动到极致。而这一次也是牧尘用尽全力催动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催动，因为法心之眼不能催动太久，毕竟需要大量的神力作为支撑，可是以自己八重天位神的修为，恐怕很难坚持很久，所以牧尘这一击也是他最后的一击。牧尘的周身弥漫出无与伦比的能量波动，并且带着极其可怕玄妙的原始道法，并且他的法心之眼的光芒也是加快了闪烁，这就代表着他也快无法支撑住了。而那大地之角看见了牧尘那眉心处的法心之眼，那扭曲的魔脸上倒是回想起了千万载前的那个人，那个人的眉心处也是有着一样的法心之眼，当初自己可是被那10座原始法身打得生疼，而令大地之角忌惮的乃是10座之中的无上神法身，那一座原始法身才是能够爆发出绝对的毁灭原始之力，自己都被挨揍了数百招。回想起这有些憋屈的记忆，大地之角身上的暗黑气息更是浓郁了几分。不过现在的牧尘所施展的8座原始法身中，并没有无上神法身以及那造化天神体，缺了一只手臂的大道金身，恐怕你难以抗衡敌古圣魔尊的攻势。你们3位无上的传承者全部陨落吧，你们的计划终究被本大帝扼杀。大地之角喃喃沉吟了一声，如今的局面他们已经是势在必得了，只要解决了眼前这些蝼蚁，他便会离开此处，直接将东周之地摧毁殆尽。届时超神巅峰势力之一的圣花殿也将会被磨灭，彻底的消失在诸神万界之中。牧尘的眼眸中金光流转，表情显得有些狰狞，他的身影出现在了萧炎、灵动二人的上空，然后抬起自己的双手臂，直接对着下方怒拍而下。短时间2道巨大的金色掌印直接洞穿虚空，所过之处所有的能量全部被这股掌印所拍灭。这一招牧尘可是倾尽了所有的力量爆发出来，即便是半道神巅峰的存在都难以应接，只是就是不知道对抗一位大道极限的灭神附符主的攻势是否可以抵挡而下，将萧炎、灵动他们救出来。轰隆，金色的掌印直接与对方的毁灭魔掌剧烈的撞击在了一起，那片空间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直接扩散而开，令人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战况。光芒闪烁间，似乎牧尘的那一招竟然没有被摧枯拉朽般的击溃，甚至达到了与之抗衡的那种程度，这让牧尘自己也有些吃惊。不过还没等牧尘吃惊多久，灭神附符主嘴角则是勾勒出一抹诡异的幅度。以卵击石，真以为断了臂的大道金身能够对本附符主造成影响？话音刚落下，灭神附符主便是双手结印，然后一股更为恐怖的魔之力量爆发而出，一道道能够侵蚀吞噬万物的黑气直接对着2道金色掌印吞噬而去，黑气弥漫，一瞬间就将对方的掌印给彻底的吞噬而下，直接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侵蚀吞噬了那原本还在对抗魔掌的金色掌印。牧尘见此，表情无比的扭曲，甚至一股死亡的气息已经笼罩在了他的身上，并且萧炎、灵动以及圣花殿殿主都是面色难看起来，对方的力量真的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存在，尽管他们底牌尽出，也都只是半道神的范畴，而对方可是货真价实的大道主神实力，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做到去拼，而且就连坟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在这一次的败局中反败为胜。一股股死亡的气息在他们的心头涌现。轰！很快，牧尘的那2道金色掌印终究被那恐怖的黑气所吞噬分解掉。紧接着，在众人那绝望目光之下，毁灭的魔掌和黑气直接朝着萧炎、灵动牧尘以及圣花殿殿主而去。萧炎！吴雪一声大叫，虽然他刚刚被大地之角的恐怖威压震伤，但也不及萧炎在他心里的重要性。旋即他立马催动神力，直接朝着萧炎的方向暴掠飞去。虽然已经没有机会救下萧炎他们，但既然要死，那么我便与你一起死。